都道是金玉良缘，俺只念木石前盟。空对着山中高士金银雪，终不忘世外仙书寂寞林。叹人间美中不足经方信，纵然是奇美举案，到底意难平。《红楼梦》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，曾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上映。在众多的版本中，87版一直被奉为独一无二的经典。实际上，在几乎同样的时间里，北京电影制片厂也拍过一部《红楼梦》，于1989年上映。北影版和87版是目前为止最贴近原著的两个版本。北影版在很多地方拍的比87版还要好，只是因为珠玉在前生不逢时，让北影版的名气并不大，甚至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版本。北影版一共有6部12集，筹备用了2年，拍摄用了3年，专门请了故宫清史专家朱家靖、红学专家胡文斌、丁惟中、冯其庸来做顾问，总投资2200万，是87版的3倍左右，所以在服装、场景、道具方面都比87版更为大气和精致，真正的体现了贾家钟鸣鼎食、诗礼簪缨的气势和排场。整体的风格呢颇具江南风韵，衣食住行方面也更细致。像薛家饭桌上出现了江南名菜鱿鱼锅巴、扬州名菜水晶肴肉，就连凤姐屋子里的古董都是从文物局给借来的。北影版还拍出了一些87版没有的情节，比如说很难拍但是又很重要的一个章回太虚幻境。北影版是在当时全国最大的摄影棚拍摄的，背景参照了敦煌壁画，错落有致，还请来了当时有名的甘肃歌舞团来出演古典歌舞。除此之外，还拍摄了87版都没有的螃蟹宴。说实话，90年代螃蟹并不贵，大概6-7毛一斤，当时的人们嫌费事都不愿意买来吃。北影版的螃蟹宴是在苏州的一家饭店拍的，用苇草绑上的螃蟹足足有3大蒸笼，餐桌上有古人专门吃蟹的8件套工具蟹八件，还拍出了详细的使用过程。像10版新《红楼梦》的螃蟹宴，目测不超过5只，演员们的感觉都是在尬演，特别是贾宝玉手里捏着一只小蟹脚，一直舍不得吃，真的是很寒碜。服饰方面，87版是纯纯的明朝风格，北影版是明清两代混搭，更加的符合原著。在原著里，不只是服饰是明清混搭，就连建筑官名也是混搭，4名时清一满一汉。剧中的服装换得很勤，像王熙凤几乎每次出场都不带重样的。然后我们说一下演员方面，87版非常注重演员的气质外貌和原著的贴合程度，为此呢选用了很多新人，像为了选宝玉直接推迟了半年才开机。而我们看欧阳奋强的生活照其实很一般，也就那个样，但是导演和剧组能辨认出他饰演宝玉的潜质，说明对原著的理解很深刻。因为原著中对宝玉的描述是很传神的，而要把这种传神具体的表达体现出来，就很考导演的功力了。当然因为选用了新人，所以演技方面就不是那么到位。北影版选用的大多都是专业演员，可以说是众星云集。北影版的林黛玉是由陶慧敏饰演，她是很典型的江南女孩，柳眉杏目，长相和气质上就属于那种婉约温顺的，有一股书卷气。但是她哀而不愁，不像陈小徐那样有股凄冷出尘的仙气，也没有演出林黛玉那种接近病态的神经质。说实话，演技这个东西你再好，但是也演不出那种与生俱来的气质和神韵。就像林青霞演的东方不败，朱茵演的紫霞仙子，冯小刚演的流氓，之所以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，主要呢还是因为气质符合。北影版的贾宝玉是由夏金女扮男装，这一点堪称最大的败笔，不是演技不好，而是夏金呢本来就是女孩，神态和体态的细节上都会有女孩子的特征，过于柔美，让观众很容易出戏。虽然演出了宝玉的痴和呆，但是眼神中又缺乏欧阳奋强的那种灵动之气，特别是在说这个妹妹我见过的时候，表现得尤为精妙。像后来的10版直接把宝玉演成了一个真正的呆子，随时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，就像大清早才从网吧门口出来的中学生。北影版的王熙凤由刘晓庆饰演，她把凤姐那种精明能干、圆滑机警都演绎得很到位，只是有点一惊一乍的，眼神中透露出来的是一种阴毒，不像87版的邓婕演绎出了凤姐那种干净利落的狠毒，听见她笑你不感觉是在笑，而是要吃人了，谈笑风生间就能置人于死地。另外刘晓庆也没有像邓婕那样演出了凤姐的风骚劲儿。北影版的薛宝钗由傅艺伟饰演，容貌更美，但是锐气太足，不像87版的张丽是端庄中带着圆滑，有一种非常冷静的成熟。另外原著中对宝钗的描述是脸若银藤，就是脸要圆一些，这一点呢明显87版的张丽更加符合。北影版的秦可卿由何晴饰演，她本身就是一个古典美人，恬静温柔而又不乏妩媚，
在红迷中有很高的认可度，甚至有人说荧幕上的秦可卿除了合情版都是惨不忍睹。刘姥姥是由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赵丽蓉扮演，演技没得说，各种表情和小动作把刘姥姥演绎的惟妙惟肖，要比87版出色得多。在演员方面，虽然北影版的阵容更为强大更专业，但是大多角色在神态神韵等方面都不如87版，没有把角色应有的神韵和语气表现出来。最后说一下这两个版本的结局，北影版是在高娥续写的版本上进行改编，高娥呢本来就是狗尾续貂，精神利益几乎和曹公的思路相反，是对原著最大的伤害。作为电影来说能理解，但不得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。而87版呢是采用红学家研究探讨的成果，更加贴近曹公的原意。作为一个红迷，87版的结局无疑是挚爱。总而言之，这两个版本是一时瑜亮，各有千秋。如果说87版像一首诗，拍出了《红楼梦》的神韵，那么北影版更像工笔画，细致逼真地还原了原著。87版的胜在道，北影版胜在术。要是北影版的场景道具加上87版的演员和结局，那么将会是一部完美的《红楼梦》。另外我们要注意一点，无论是北影版的导演谢铁骊，还是87版的导演王扶林，都有着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古典文学功底，所以这两个版本是高手过招，点评呢难免苛刻。而对于后来10年上映的新《红楼梦》是直接碾压的，包括今天的很多古装剧，无论是制作水准还是演员，都远远不如这两个版本。